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欢迎您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李胜峰，一伦好，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先跟您说声新年快乐，因为今天是2025年12月31号，马上就要跨入到2026年了。好，我们当然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都可以平安、健康跟幸福。好，但是呢，在这2天哦，很多人还是会有一点紧张，因为呢，共军的围台军演啊，在昨天进行了实弹射击。好，我们也看到了，这已经登上了今日热榜的第1哦，说东部战区密集的发布消息，甚至百度热搜第1也是东部战区哦，那他这里头是讲开火，全部命中哦。那当然这个击杀的氛围非常的猛烈。好，但是呢，目前来看啊，因为中国大陆这边还没有说军演结束，所以这个军演没结束就成为了标题嘛。哈，那中国大陆的官媒透露啊，继续组织相关的兵力，甚至还提到了斩首是演习的重点呢。那当然，这个斩首的意味哦，就蛮浓厚的，而且蛮严重的。那我们看到了王毅啊，他特别就中美关系也强调说啊，中国大陆在涉及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面寸步不让。那针对台独势力不断的挑衅，还有美国大规模对台售武，当然要坚决反对，有力的来进行抵制。好，那解放军环台演习的第2天哦，我们也看到了火力是覆盖全岛。好，这个是对岸的新闻啊，他是认为说啊，这个中国的这个东部战区不是有发布了一些相关的画面吗？那这个现场影片啊，开展查证了识别、警告、驱离、模拟打击、这个夺控要港等演练哦，组织2栖攻击舰编队，还有驱护舰编队、无人机等兵力作战，那搭配着军舰开火、军机升空，还有火箭弹命中了多处海上目标等画面哦，都公布了在网络上头。好，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国防大学教授啊，张弛他也特别说啊，这次实弹射击哦是演习的亮点，那有3个特点，第一个就是火力多样。第2个是目标多元，第3个是方位多向。说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围起了台岛台独分裂势力所有的能源设施，那主要的港口都在解放军火力网的覆盖。好，这是他针对这次环台军演、围台军演所做的分析说明。好，那我们也看到了东部战区哦，确实他们有一张主题海报。好，这张海报叫做正义之马，所以就有一只马。好，但是这只马就是还喷火哈，说这个第4章的海报里头啊，他有讲说啊，割裂封困。那画面当中还出现了3架歼20的战机伴飞，还有2艘驱逐舰护航。那马脚下面是解放军的075型的2栖攻击舰海南舰。好，这有个讯号出现了，就代表说啊，这一次南部战区也有派出兵力来参加演习。好，所以我们看到习近平不断的在秀他的军事肌肉。那现在央视之前，我们昨天也特别讨论到说，有这个无人机看台北的这个画面之后，这个中国大陆这边还公布了一个15秒的影片。好，我们看到这画面说是声称解放军无人机视角下的台湾省。好，这画面蛮模糊的，而且呈现的是黑白。好，所以有很多人也很关注说啊，这到底的真实性是如何，或者是到底怎么样拍的，也是在网络上蛮多讨论的。好，那中国疑似开发卡车的电磁弹射系统。那我们看到这是美国的军媒The War Zone 的报道，说在中国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附近，至少有4辆8轮卡车沿码头在排列。那后方还搭载着类似 FH-97型的无人机，疑似形成了模组化的电磁弹射系统，以利在无跑道地区发射重达2吨以上的无人机。所以要提升的就是解放军在太平洋岛链的作战能力。所以我们说中国大陆现在非常希望能够突破第1封锁。那中国这边其实也被美国的军媒报道说，他们的海军已经在最先进的055型飞弹驱逐舰上面完成了新型的极音速反舰弹道飞弹的鹰击20的定型测试。
好，这意味着共军呢所谓的航舰杀手，已将不再只是受限在陆地发射，它是可以随舰队深入到太平洋。那对于美军的航舰战斗群更是构成了难以预测的威胁。好，所以现在军事实力确实是一直不断的在跃进当中。甚至现在也有人说嘛，中国大陆的解放军计划在2035年前要拥有9艘的航空母舰，那可能在西太平洋部署航舰的数量上面就会超越美国，那甚至也凸显北京加速军事建设的一个野心。好，我们看看美国这边的想法是如何这个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舒加特他觉得美国的这个海军目前在造航舰的周期是4到5年，但如果解放军真的在未来10年建到了6艘航舰的话，那就等于是平均每20个月就会有1艘新航舰来开工，那这速度被认为是很快的。好，那美国到底关注什么呢？很多人说其实这次看得出来这个川普对中国大陆轻轻放下Nothing to worry。 好，昨天他有特别给大家看，他也说不相信习近平会犯台啦，他也不担心局势，说过去中国20几年来一直在台海地区举行了海上军演，甚至有的军演比这一次的规模还大，所以你看他轻轻的放下轻描淡写的。好，但也有人很担心瑞士新苏黎世报认为美国针对了委内瑞拉的行动，其实反映在我们第一岛链这边就是让中国未来可能对台动武提供了辩护的口实。好，主要就是因为中国目前仍然在演练的事情，美国却已经在委内瑞拉付诸了实践。那川普毫不犹豫的演示这个希望推动委内瑞拉政权的更替，那他将委内瑞拉的独裁者马杜洛视为毒贩跟恐怖分子。那在习近平眼里赖清德无非就是一名分裂的分子。好，所以是不是有类似映照的这个状况呢？好，但是我们也看到美国参议院军委会主席现在跟台湾喊话希望我们放下党派分歧，要挺国防，说没有时间浪费了，必须要赶快支持赖清德提出的国防特别预算。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状况还需要让美国人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好，我们看到一开始也就是解放军很多人认为这个共军的军演是不是还在进行当中，还是蛮多人有疑问的。我们先问舰长。其实我们从上一次海峡雷霆的这个军演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没有获知正确的结束时间，那这次应该也是如此那我们从星期一所看到的这个飞临台北盆地，也就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辨识101的这一个建筑物的这一个影片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以及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疑似可能或许是的这一个新竹空军基地的话其实他们在强调的叫做信火合一，也就是信息跟火力其实是合一的。那我这一次呢，其实为什么我没有做出这个可能会飞越台湾上空的这个图呢？可是我做了另外一张，也就是有关于这一个火箭弹的部分。因为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2025的这一个军力报告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短程飞弹也就是逐渐的数量在减少。为什么？因为其实他用了 PCH-191来替代那有关于这一个055万吨驱逐舰呢，那现在大家讲的这一个就是鹰击20其实当初他没有规定，他还没有公布型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他发射了。那我们刚刚如果看到他发射的这张照片的时候，这个影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它是冷射。什么是冷射呢？也就是它先弹射出来。弹射出来当然不是用弹簧啦，它是用那个微量的炸药把它炸出来之后呢，弹出来之后它再点火，那这样可以减少它的一个发射箱的高温的部分，因为实际上来讲它是要到突破大气层的，那也就是它在这个大气层边缘飞行的时候，它要有足够的推力，但是这个推力可能会一开始在 booster 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会伤害到它的那个发射臂的部分。不过我们来看下一场战争，真正决战的是什么？
决战的除了网络之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就是电磁频谱的部分。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一个有关于在就是以卡车那个作为这个弹射的系统的，其实它的位置在这里啊，可是它放了3样东西在这边。第一个，也就是076的2栖攻击舰，也在这个沪东中华造船厂这边。另外还有中达79，其实它是分散式的杀伤式载台。那我们看这刚刚看的那张图，也就是上面的这一个部分啊，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关于FH97的这一个无人机，可是还有另外一张照片啊，它是在沙漠里头。那这个沙漠里头，以前我们就看到解放军经常在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进行各种的测试，然后同样以类似的无人机的机型在这个位置上。那在这个位置上，那我们怎么确定它弹射呢？因为如果我们把这张照片放大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弹射钩。那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它弹射的重量是小于2吨的，那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无人机。可是我们刚刚为什么要特别的把这一个中达79这一艘拿出来看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模组化的一个产物啊。那在这个产物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解放军的发展，它已经朝向模组化，而且它正在我们刚刚讲的沪东中华造船厂测试所谓的 data link 的部分，它在那个区域。它不在海上测试，也就是无论是我们刚刚讲的模组化的商船，或者是我们讲到的这一个076两栖攻击舰，它一并测试的时候，其实展现的实力，我觉得美国应该相当有感。我们接下来问赖教授怎么看？我觉得大陆这一次的军演针对性很强，而且很清楚。一个当然是跟日本的高市早苗的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啊连接在一起，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刚刚发生没多久，也就是美国总统川普他底下的国防部五角大厦批准了一个111亿的军购案，这是史无前例的最大的一个军购案，然后国务院马上也就通过了，送到国会去，那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川普的办公桌中，由川普来签字。那在这个办公桌签字之前，大陆当然也针对性来做这样的一个军演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军演其实一方面对日本，也对美国，还有对于台湾的台独，我觉得这个整个指向都非常明白。可是每一次的军演现状就被改变一次。你看，在2022年裴洛西来台湾的军演，这个防空识别区没有了。是。后来麦卡锡来台湾，台海中线没有了。接着是赖清德的就职演说，24海里，然后我们看到现在12海里了。所以每一次的军演现状就被改变。当然，国防部说没有进入12海里，可是问题是您刚刚所放出来的这个画面，这也是中国军网他们中国军报他们所应该是中国军号由军方他们所公布出来的第2支的影片。因为第1支的影片出来了以后，台湾有一些青鸟，然后就说这是 AI 合成然后就去做测试。可是有一个 AI 说应该不是100%真实，那有2个 AI 说有可能真实，有可能是假的。但是不管如何，这个情况就有点像小泉这个进次郎的情况一样，说哎呀，这个解放军没有公布这个没有公布他的演习时间，也没有通报日本，结果录音带播放出来。他不但有通报，而且还有对话，而且日本已经说我们知道了。同样的道理，第2支再出来的时候，大家看到了，那就是除了是新竹机场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桃园机场沿线飞了。那我们也如果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您可以看到这一架飞机就是第1天公布出来的那一架飞机，而且呢，它的本身好像就是沿的这个桃园机场一直往北穿越我们的这个101的这条沿线上，那一直飞到淡水河口那个地方做一个影片的拍摄。这个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说，事实上
大陆告诉你有这么一回事，等青鸟来说没这么一回事，接着再证明有。那你看，这个就是越来越接近，我们还估计或许就真的是在12海里内了。顺峰委员怎么看这些军演？我想我们还是从大局的角度来看，有几件事情，请各位特别注意。第一个，这一次的军演是完全在迅雷不及掩耳的情况下，大规模的军演进行。那以前我们常常讲说这个呢，登陆要花很长的时间做准备，显然不需要准备，马上可以出现。第二个就是他已经呢要在登陆的地点，就是他不是模拟，就以台湾在经过了几次的围岛跟封锁之后，他已经很明显的找到所有的地理位置应该哪里是最适合的。地点是台湾呢，那人家是实地经过了3次的参数的所有的这个调查之后，知道要部署在哪里，可以达到什么目的，我们怎么办？第三个，实弹演习，在这个过程里面，过去都没有实弹，有的话是飞越台湾的上空，那个呢是太空的上空，可是这一次是用火炮，而且明白的告诉你，我从平潭打出去，我可以打到任何我要的。这一次应该是350公里的火炮，还有500公里的。换言之，它在整个的福建沿海可以把台湾全覆盖。所以我们在讲大陆部署多少飞弹，没有了，不需要飞弹，而是火炮。那么在这样的情境里，我们来看看我们最依赖的美国。川普告诉你 ，Don't worry， 没事。就好像赖教授是我的大哥，我今天有人来修理我。我去跟大哥讲，大哥，舰长要修理我，那大哥怎么讲？说没事，那舰长那个没事，没事。那我有什么想法？忍一下吧。不是忍一下，我觉得我被卖了。这个大哥是哑巴吃黄连。那这个大哥就讲，那没事 ，OK。日本呢没有高速扫描这件事，日本早就发生了，可是日本现在不敢发生，因为现在一发生是水上加霜啊。那更不可收拾，各位，这就是台湾的命运。那我们呢？怎么因应？我看不出来。最后一个更新的事实，过去没有过的，那就是2栖攻击部队的2栖舰呢出现了075，过去没有出现。这些都是在告诉人，那我们的国防部在干什么？我们的安全单位在干什么？100%掌握，对吧？他说把它驱离了，对。对啦，掌握是一回事哦，那当然是民众又不知道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我无疑最后呢，美国的国会告诉我们，别扯了。第一个，美国的民主党跟共和党，你们要好好团结，对不对？他们本身不团结，来叫我们团结。第二个呢，要团结，请你去告诉赖清德啊，你好好团结，不是其他不团结。第三个，别急着跟我们要钱，什么你们赶快通过的目的。钱来啊，就这样子。对，美国最没有这个权利说这种话。呀，他们自己都不团结，还叫人家团结。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持续还是来关注到围台军演哦。那当然呢，中国大陆这方是指说是因为美国对台军售，但是很多的外媒也认为这一定跟高市早苗有关系。好，所以我们也看到了王毅的话语中似乎也透露一点讯号王毅他说日本领导人公开挑战中国领土主权跟2战历史的结论。好，他又在讲了说这个当年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不仅不深刻的反省自身犯下的种种罪行，他们的现职领导人竟然公开的挑战中国领土主权，挑战2战历史的结论，那挑战战后国际的秩序。好，所以这一场围台军演，日媒也相当关注我们看到他们就是有讲说这个正义使命的2025的军事演习何时结束？
那当然，这个国台办啊，也对于这个日媒做了相关的回应。那他说啊，解放军有关军事行动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跟外部势力干涉的严正警告，而是捍卫国家主权跟领土完整的必要，是一个正义之举。那关于演习具体的事宜请向相关部门来进行询问。不过刚刚我们前一段舰长有特别讲说啊，这个几乎是没有人在讲停止的时间都是讲开始的时间。好，那不止台湾有感现在台海的军演外溢，与那国岛的居民啊，很感叹说，我们其实只想过普通的生活，这其实也是台湾人的感受大家就是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过生活，这才是一般民众想要的好，但我们要对比到这个之前这个台湾有事的言论中国这部分有被日本来进行关切。好，这个是共同社的报道，说有相关人士的标题表示日本政府已向中国表达对中共本周在台湾周边发动，而且包含了是实弹射击演练的军事演习来进行关切。好，所以有这个日本这边有对中国来发表一些讨论，好，但是没有太大动作，算是比较低调的在进行。那日本的高市早苗他也首度松口，不排斥引进核潜舰。好，这也让陆媒相当的不满，他就批评说这三大经济困局缠身，仍然还不忘挑衅中俄。好，那我们看到高市松口说不排除引进核潜舰，结果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马上就配合造势，他登上的你可以看到这张图是美军的核潜舰来考察，那甚至还说应该讨论核选项。哇，这个话语又再次触怒了中俄所以大家就说这个高市早苗一直不断挑衅真的是哪壶不开又提哪壶好，那高市的激进言行之后正值日本三重危机集中爆发之际，我们看到日元的汇率暴跌到34年的新低，国债的殖利率也突破了2%，好，创24年新高。那政府的债务占 GDP 的比重突破了260%的黑洞，所以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面的分析批评就认为说高市早苗跟小泉进次郎就是一种赌徒式的冒险，那这是日本右翼惯用的矛盾转嫁的策略，这个恐怕会把国家推入一个深渊。好，那日本媒体也分析说，现在共军的这个围台军演其实它是有问题、有猫腻的日媒认为它其实就是在掩饰他们自己的军队腐败跟将领大规模的失踪那除了日本之外其实韩国这边跟日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大家也很关注，因为就在邻近国家嘛。现在韩国跟中国的关系好像越来越紧密因为说在1月4号，李在明要到中国大陆去那他们是在1月4号到1月7号，那这也是南韩总统时隔6年再度访陆，那也是李在明上任之后的第一次。这显示的是中韩关系正朝着改善的方向正在迈进当中。好，那他要见习近平是不是也有一些意味？有人分析认为说李在明访陆的前夕，结果解放军就进行了围台军演，所以呢，韩媒认为实际上是在告诉李在明说这个台湾的议题不要乱碰画下了红线，警告不要在台海议题上面越界。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环台军演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治解读。好，那2025这个不平静我们看到日本其实蛮多事情的，真的是多事之秋。在年末还传了有狼逃、熊害、火烧车。那这个狼逃是在东京的多摩动物公园发生了豺狼逃脱，哇，这几个新闻我也蛮关注的，因为我明年要带小朋友去好，我们看到园方紧急疏散部分的游客因为距离问题被迫在园区之内避难，蛮可怕的。好，那当然日本的高速公路也发生严重车祸有60台车连环撞这引发爆炸起火，造成了2死数十伤。那现在已经是冬天的时刻野熊却毫无减少。那今年熊害死伤至少是230人，这真的创下了2006年统计以来的最多，而且持续在累积当中。好，那日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禽流感目前正在爆发。好说将扑杀24万只鸡这是在埼玉县的一家农场。好说这是首都圈地区本季首次确认有禽流感的疫情。
好，那2025年的汽车销量在中国大陆这里也首度的超越了日本。好，所以日经这边有特别讲说啊，中国汽车的制造商预计在2025年首次登上了全球新车销量榜的榜首。好，曾经连续20多年都是稳居第一的日本汽车品牌哇，被挤下了宝座。好，所以日本在今年真的是事情蛮多的，而且这个事情都比较没有那么好。好，那我们希望新的一年大家都可以更好更好。好，那还是要看到一开始王毅特别讲到了日本领导人的公开挑战，那大家就认为说啊，这个日本好像没有感受到不好的讯息，反而是一直不断的挑衅。我们先问赖教授。日本的军国主义，它基本上来讲是不见黄河心不死嘛，它会一路走黑走到底。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性格就是如此。也就是说，对于军国主义者，你只能够用强大的力量去把他击败，他才会对你俯首称臣，因为他们永远只崇拜强者那他们认为2次大战他们是被美国人打败，不是被中国打败。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认为现在的中国应该是跟满清时代的中国是一样的他们的观念。那当然，这个要等到现实的考验中，才会让这些军国主义者重新再去崇拜中国。那就像当时他们崇拜我们大唐盛世的时代一样，一切都向中国膜拜这个也可能在未来也可能会发生。我们来看看未来究竟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在台湾广大的民众确实不担心这次对大陆的军演。我们媒体是高度关注，但是民众不担心。为什么？因为民众知道这是针对性的，针对台独，不是针对我们。所以我们这种反台独、不支持台独，我们根本对于台独是不赞成的人，我们都知道这场军事行动不是针对我们，只是针对台独。所以我们看到台独就很紧张了。例如说像这个王定宇他就会说了，他说哎呀，这个军演不只是一场军事演习，也是一场认知作战，也是一场什么什么资讯战，它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台湾人恐慌。可台湾人没有恐慌恐慌的是赖清德，恐慌的是台独的这些人，一般台湾的民众都不恐慌你看这次台湾的民众一点都不紧张，紧张的是台独的那些人。还有紧张谁呢？一些日本人你看像大阪的前这个市长大阪市的前市长叫桥下彻，他就起来讲了，他说政治人物最要紧的是管好那张嘴，也就是说你做不到，你就不要讲那张嘴。也就是说，你去挑衅大陆干嘛？你又没有能力去反制他，你没有能力反制他，你打不赢他，你就是靠着那张嘴去刺激。然后今天中国大陆来一个演习，那你做什么？你什么都没办法做。然后你能够阻止大陆演习吗？不行。你能够做什么呢？你什么都不能做台湾有事不是日本有事吗？那你做给大家看一看你怎么样做出日本有事来但是你什么都没做，你还忙着搬你的家。桥下彻是维新会的领导人维新会就是现在跟日本的自民党，因为日本自民党现在已经萎缩成为一个不是很大的党，所以他是跟第3大党的维新会联合执政。而这个联合执政的桥下彻的维新会的这个领袖之一，你看公开的就直接批高市早苗，这代表什么？高市早苗已经做的，他们日本的内部其实也有意见。但我在强调，这位桥下彻是极右的人，他是主张要发展核武的人。好，我们接下来问舰长。我们看到那其实这一次演习，刚刚赖老师告诉我们说是针对台独。那这一些青鸟跟黑熊看到了解放军公开了第一则，也就是101的这一张照片的时候，他们说是 AI， 那好，那我就给你更多。那给你更多呢，其实信心被打击的更多。那我们大家讲说，哎呀，这可能是警告李在明又可能是警告高市早苗，有没有可能是警告赖清德总统呢？那我们还记得在前一天，也就是演习的前一天，赖清德总统接受这一个友台访问的时候，他讲什么？他讲说：“哎呀，中国大陆实力不够嘛，我们要豪猪变成豪猪战略结果呢，第2天马上就给你脸色看展现真正的实力是什么。而且呢，其实我们在上一次军演，就是去年的军演的时候，我就在讲得很清楚，其实这个叫做惩罚威慑，也就是你的言行做出了什么样的其实也就是
任意的批评中国大陆的时候，或者是你去勾结外来势力的时候，解放军就出动。那时候我这样讲，有人是不同意的，但是大家可以不同意我。我们来看看今年的2025的中国军力报告里面就写了这一段，也就是2024年12月，在赖总统访问美国之后不久就联合利剑了，就证明我讲的是对的啊。而且刚刚赖老师也讲了一件事情啊，也就是有关于不断的，他们讲说，哎呀，我们绝不退让啊！从海峡中线已经被抹去到24海里，这一次也已经不见了。然后到那个现在抵近到9海里的时候，那其实都在讲绝不退让。你没有这个实力，不要讲这个话。最主要的，我们两岸为什么不好好坐下来截长补短呢？而是一定要兵戎相向，当美国人、当日本人的这一个棋子，然后去进行这一个兄弟阋墙嘞？为什么要这样？好，那现在其实我们要看透一件事情，为什么高市早苗他们不断的在这个想要引进这个核潜舰？不要问别的，就问李在明。为什么？因为李在明他已经得到了美国的允诺，他要制造核潜舰。那他有核潜舰，那日本呢？孰可忍，孰不可忍啊！他们的仇恨可是100年以上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安全困境。也就是我的对手有了，我能说我没有吗？我说我没有，然后我示弱之后，我还有我本人，还有我的政党，还有下一次胜选的机会吗？就没有了。所以他们现在不断的争取这一个有关于核潜舰，甚至还想更进一步，这一些其实都是因为东北亚的安全困境所导致的。那一样，之前就有中日韩3国的高峰会，大家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不必要为了金正恩做这么多的准备。其实大家为什么不把这么多的钱回馈到国计民生呢？而要发展穷兵黩武呢？对，有些人说坐下来谈，至少能够降低冲突的风险存在。好，我们接下来问顺峰委员。现在演习总有会结束的时候，我觉得下一次会出现的画面，不晓得我们政府该怎么办，美日该怎么来处理。首先，当美国我们花了大笔的钱向美国购买的军火，要经过进台湾的时候被拦截检查了，怎么办？您说赖老师发生的几率高不高？可以想一想。2017年就发生过，会不会高不高？当有一天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对，然后这些金额运来台湾之前，那就被检查，甚至被拦截了。那我们还要再花钱买吗？那美国怎么办？抗议？怎么抗议？你不是干涉，你主张一个中国，不是公然的干涉一个中国的内政吗？我觉得这个加码会不断的在增加。别忘了，美国曾经检查过大陆的船，说有没有载运军火要到这个伊朗去的，你都拦截过了，你可以拦截，为什么人家不能拦截你？而这一次整个的今年摆出来的态势啊，以及对台湾更重要的是在对谁？对拒止外变的干预，日本的干预。你不是讲台湾有事，你日本有事吗？就没你的事。美国呢，更是如此的告诉你，你还要再干预进来吗？最后呢，我再说一个很简单的概念：日本过去叫脱亚入欧，现在的日本还准备拉着韩国也在脱亚入欧啊。当亚洲不断在兴起的时候，当欧洲的正在降速的时候，选择日本选择的不是加入亚洲，而是选择了脱亚，要再入欧一次啊。你觉得日本的这类政治家的眼光是堕落到哪里？你可以一猜就知道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当然除了第一岛链的情势现在变得相当复杂之外，我们还是要来持续的关注中美之间就是川普所谓的G2 体制之下这要怎么样进行相处？好，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3个议题上面开头都跟王毅有关。好，王毅说了很多话，他特别这次也讲说中国强调在对美关系上面立场相当的坚定，核心利益不退让，同时仍然愿意继续的对话协商，推动合作来化解分歧。好，总而言之他说我们必须要探索出2个大国之间正确的相处之道。好，但是中国现在说，真的我们有买大豆说已经购买至少的是800万吨的美国大豆。好，这使得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有机会兑现2个月前跟这个华盛顿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当中所做的承诺。好，就说现在中美的关系正在和缓当中。好，但是现在大家知道一个词真的蛮夯的，就叫做斩杀线。那这斩杀线大家应对到的都是美国现在的这个经济社会说新风暴真的要来袭了吗？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在即说川普政府可能已经准备好关税的 Plan B。好，我们看到这是美国最高法院即将对川普的关税政策合法性来做出裁决。那甚至审判最快也会在2026年的1月宣判。那如果违宪的话川普团队制定的周延计划说打算透过多部门冷门的贸易法案重组关税壁垒，要延续贸易保护的政策核心。好，那川普现在也削减了经费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面临了一个瓦解的状态。好，所以美国治理的状况其实蛮不好的，尤其现在有民调发现说美国对自身的财务状况是越来越悲观。那有近半数的受访的美国人认为他的财务状况跟安全状况是持续恶化。那很多人把这个局面归咎于美国政府的政策。所以斩杀线真的是成为一个生活困局吗？美国官方数据报告说，其实普通人在医疗保险、教育、房产上面的开销，占他们的生活成本是不是60%到90%？那也是有要交给这个资本家，像是生存税这样子的状态。那说白了就是美国的中产阶级抗风险的能力弱到很离谱美国的社会救济组织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可能变成流浪汉的。那来这的流浪汉不是求活路，是来等死的，讲得非常悲观。好，那中国大陆这边对比就是他们要建立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备案制度好，那现在中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晶片战嘛，它持续的在竞争当中。我们看到华为他们希望能够在2026年强化行业的垂直作战，所以孟晚舟也特别出来讲AI 技术要加速要跟行业的知识来进行融合。那当然从这个核心的业务技术甚至从组织架构都要进行不断的变革。那北京现在也被说有下令晶片厂要增产设备50%，都必须要是国产的设备所以看起来他们是在拼供应链的自给率。好，那美国这里我们还是看到了这个马斯克他要再建第3座的资料中心。那他旗下的这个公司是该公司部署100万颗 AI 晶片计划的一部分，所以他还是蛮强大的在进行这个 AI 的竞争。那 Meta 这边也是一样他们现在要收购中国血统的 AI 代理平台 Manus。好，那 Meta 希望借由这次的收购案，展现祖克伯大举投资 AI 企业的这个决心。但是很多人认为这个美国企业收购中国血统的公司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那苹果这边则是暂时避美对中晶片的新关税，那缓冲期呢会延至到2027年所以还会有一段时间可以进行一些布局调整。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的王毅特别讲到了中美关系。那中美关系分成了很多部分，我们就问赖教授，中美2大国到底要怎么走下去坦白说，真的是错综复杂，是有合作的很大的空间，也有竞争的很大的空间，还有对抗。但是川普似乎一直想把对抗的这个要件拿走，只剩下竞争跟合作。可是，在竞争的时候，如果采用不正当的手段，那就又会延伸出就是对抗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对于川普的政府来说，他在拿捏这个部分，我们明明白白的看到每个部门的步调不一致，这代表什么？代表川普的领导统御事实上是有问题的。那大陆这边的步调反而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中国大陆这边的领导统御基本上很顺畅。换言之，也就是说，要合作，那大家就往合作方向走；要竞争，大家往竞争的方向；要对抗就往对抗。那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很清楚。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常常会释放出非常混淆的讯号。例如说，川普每天说我跟中国是好朋友，天天在这么说，可是问题就是又卖给台独111亿美元的这个军备。那对大陆的解读来说的话，这完全是你能控制的国防部，你国防部也可以搁置嘛，以往就有搁置过，甚至你国务院也可以搁置，这以往也有过。你能控制的国会也可以搁置，你也都没有。那所以对大陆来讲的话，就是说你到底是在玩什么？那么由于这种混乱的部门的这种论调，你看在这2天在军演的期间里面，美国驻北京的大使干了什么事呢？把 QUAD 的4国的大使找来，也就是把印度的、日本的、澳大利亚的大使找来。那我们都知道 QUAD 主要目的就是针对中国大陆，而川普对 QUAD 没兴趣，所以川普不愿意恢复 QUAD 的高峰会议，但是卢比奥却很愿意去玩这个 QUAD。现在却在于军演的期间里面，中日的关系很紧绷的时候，然后美国突然间又搞了一个大使的在北京的搞了一个 QUAD 的大使级的会谈。那你可以看到美国的讯号太错乱了，这个会让大陆跟美国交手的时候都觉得说，你到底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你到底是说一套还是做一套？你到底是只会说谎还是什么？那我们坦白说，这样的一个混乱的美国政府，会让很多人都不知道要该怎么跟你，不知道怎么打交道了。就是我到底要跟你怎么跟你玩嘛？那问题是在于，这个中美的贸易休战也快到期了，从10月开始休战嘛，吉隆坡，那11、12、1月，如果是3个月的话，那就1月底就到期了。那如果是6个月的话，就4月就到期了。对大陆来讲的话，就延到4月的时候才让你川普到北京来。可是问题是，当时川普他是希望元月到北京，川普是这样的，中国说太冷了，结果是在1月4号邀请李在明到北京，而且他是2026年开年的第一位被邀请到中国的领导人，这代表什么？大陆对于韩国的重视高过于你美国，这个对川普来讲颜面实际上是有受损的。你可以看到大陆的外交的掌握拿捏力道，事实上是有捧有杀，然后有拉有放有弹有打，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大国之间的博弈。好，这个2025年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手段其实真的厉害，算是持久战所以也让这个川普完全在1.0的时候，这个完全不一样那他自己我看也吓到。顺峰委员，我看大陆的政策应该很清楚的这样子斗争下求平衡，平衡下呢求斗争，大概是这两种策略应该都不会停。为什么呢？因为斗争是本质，这个不破斗而不破呢是现实，也不能破不必破，不会破。那平衡呢是必然，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境。这个中美怎么斗，要考虑到台湾。当中美是冲突的时候，台湾就是一个可以被应用的棋子；当中美是平衡妥协的时候，台湾就是被丢掉的弃子。做棋子命运很悲惨，做弃子的命运一样很悲惨，因为我们只会学着跟美国舔美国的屁股，不知道作为我们一个独立自主的自己，这是一个。第二个角度呢，我们再来看，就是当时大陆答应要在年底以前呢购买800万吨的白豆，大家觉得开玩笑嘛，怎么可能？这么有限的时间，包括在节目里面，我们也都这样认为，不可能嘛。结果他做到了，也就是说，在中国里面，他向世界展现一个事情：我敢跟你斗，但是我承诺你的，我一定会尽力去完成。这个是现在整个国际政治里面最欠缺的，
讲话不算数，他现在我讲的话我算数给你看。所以一样的道理，我们来看看中美之间的芯片的战争，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我们简单的用中国的3个成语把它给表现出来。第一个是迎头赶上，我是跟你有差距啊，我承认。我现在好不容易生产到了7奈米，我现在要把 EUV 光刻机给它正式的量产化，那我要生产这个5奈米、3奈米、2奈米的东西，所以开始呢是迎头赶上。这一段呢应该已经是被肯定了，第二段即将会发生的就是并驾齐驱，是可以，大概你也可以在3年内应该都会出现了。那最后一段呢，就是到底能不能脱颖而出啊？那就大家来看，因为中美双方在 AI 跟人工智能上已经走出2套不一样的道路，谁胜谁负，谁赢谁输，或者2套共存，都是有待于我们来观察的。世界上除了中美之外，已经没有第3咖可以加入进来了。好，最后我们问舰长，如果说我们看到现在川普他开始翻他的工具箱，到底有多少的工具可以弥补？如果最高法院裁决了，那他的关税的种种政策是错误的话，那他就要使用这些工具啊。这些工具其实都非常老掉牙。1962年贸易扩展法，1974年贸易法，那他只差没有把美国刚刚建国的时候的法律拿出来用啊。那其实我们这样讲啊，美国这个国家嘞，他现在想的是什么？其实以川普的角度出发，他其实就是科的税，他认为可以从这个关税做弥补，其实不行啊。那他最主要的跟中国大陆完全不一样。中国无论是在大陆，无论是在台湾，都在藏富于民。为什么？因为人民很会存钱啊。那存钱之后呢，其实人民看起来好像没有像美国这样大富大贵啊。可是其实尤其是像中国大陆啊，它的这一个物价的物价非常的低啊。那我们如果说来看我手上的这一张图，我们就知道，现在川普最疑惑的，也就是他明明他的这个物价水准，其实相对于拜登总统任内都是低的，可是为什么民怨这么高呢？其实他忘了一件事情，因为他含着金汤匙出生，他根本就不知道穷人怎么过活的。我们来看看下面这边啊，也就是红色的部分呢，代表着核心的这一些产品，其实现在的正在涨价。那之前是蓝色的，蓝色是代表什么？蓝色就是食品的部分啊，也就是穷人他比较就是中低收入，他有60%的这个部分呢，都是他的收入都拿去购买食物。可是对于有钱人来讲，他不是啊，他就轻轻弹一根手指头，他都可以换来满桌的美食啊。所以我们这样讲啊，中国大陆截至目前为止，虽然藏富于民，可是他还想要接住他的这一些在贫穷线下的老百姓，